官家还想让他拔头筹。凤青在官家心中的分量竟如此之重，他一向有手段，再有手段。一个上衣局的贱婢，能有什么才艺？难道上去绣花吗？官家赏了他娇尾琴，是先皇后最喜欢的那把。凤青如今甚得胜诉，本宫不管你有什么办法，绝不能让他在宫宴上再出风头，否则他很快就要踩到本宫头上了。是。先皇后大火只是意外，你却要为此在这冷宫受苦。我若不入冷宫，那日的祈福法师就会因我而死。凡事讲求因果，我不愿，也不会。这世间真的有因果吗？有时候你种的因，怕是会被别人摘了果。姐姐何出此言？我是心疼妹妹。官家当初因先皇后让你入冷宫，如今他另有了心尖上的人，怕是早把此事抛于脑后，徒留你一人，在这阴冷潮湿的地方，你这身子哪儿受得了啊？姐姐时常托人来给我送些东西，已是极好了。若是我太无有了，虚长着这风衣，却只能为你做这些小事。官家驾到！官家万福。你一整日都没找朕，朕还以为你在刻苦练琴呢。臣妾琴艺不佳，练了也不得其法。凤青宫婢出身，不该煽情。青儿是要故意隐藏琴艺，以免引人怀疑。那朕来教你。倒也不必麻烦官家。看清楚了，朕只教一次。你太僵硬了，放轻松。似去流水，情意潺潺，真是意韵悠长。不知当初是谁说更爱高山呢？相比流水而言，朕曾经更喜爱高山之巍峨。可到如今，朕方才觉得，若你能像流水般肆意奔涌，才是真。
朕最大的心愿。宫宴上，你可尽情演奏。朕叫你弹的琴，无论弹得好与不好，也不会有人敢说什么。原来他特意教我弹琴，是因为我出身上一曲，弹琴恐遭旁人质疑。他连这般细微处都替我想周全。官家，我学会了，我想自己试试。好。青儿，我们终于合奏了这曲流水。哇，花朝节之后，官家赏赐的更频繁了，文房四宝、玉棋盘，什么好东西都先想着娘娘。这个簪子很衬你。送你了。真好看，娘娘就是有眼光。娘娘，太医署的顾大人在门外求见，说是要给娘娘请平安脉。让他进来。是。你先下去，在门外守着，莫让人进来。嗯。你怎么了？阿玄知错，所以自发在顾家祠堂跪了3日3夜。你可知你错在哪？错在不该擅自将你绑出宫。错，你错在不顾我的想法，错在全然不顾问心，还有其他人的安危，错在什么后果都不顾。你这样偏执，让我如何安好？过去是我太过愚钝，没有看出你的心意。但是我不能让你一错再错。就心爱一个人，何错之有？当初我不想让你为难，在剧中躲了5年，不敢见你，那才是错，错的失去了你。听闻你葬身火海，我恨不得随你而去，回来调查大火，偏偏喜欢上了凤琴。原来凤琴便是你。我从始至终都只钟情于你。可是我一直以来都只把你当作亲弟。你我之间，在我姐弟名分束缚，不可以等你愿将我视为良人，随我走出这重宫墙。我很感激你对我的心意，但是我一直以来只把你当作阿弟。你若不打消这个念头，便回军营了。阿姐，你可以不接受我的心意，但可否等我查明大火真相后再离开？我保证，你若不愿，我们此生便不再相见。好，那就先查清大火真相。阿玄，你有什么新的进展？婉贵妃称，春分时得贵妃宣兰职宫送过壶酒，
那之后冰城寺便不降。另外，我也派星星在寻找灵堂工匠的下落，相信不久后就有消息。冰蚕寺一事，看来银生侯婉儿所言已止。德贵妃去过兰芷宫之后，冰蚕寺便不见了。既如此，待长公主归宁宴后，我便去德贵妃宫中一探虚实。长公主的归宁宴未必会太平，阿姐万事小心。那天我会守在殿外。阿姐，不管接下来的局面如何，我定陪你到最后，直到赢下这局。这是凤嫔娘娘献医要用的琴，仔细着些。是。听闻婉贵妃要准备弹奏高山，真是巧了呀！凤嫔苦练琴技，练的正是流水，不知二位谁更胜一筹？琴技各有千秋，哪怕是同一曲，不同人演奏也会有别样韵味。今日献艺是为扬我宁国威仪，而非争胜比巧。婉贵妃娘娘说的是，臣妾也想着这古琴古曲最能彰显文脉，才选了此曲。娘娘，偏殿的乐器出了些问题，凤嫔娘娘的琴弦上不知何故沾了蜡油。蜡油？这琴弦上为何会有蜡油？奴婢不知。若这蜡油污了丝弦，恐怕弹不出个整调。怕是有人见不得本宫出彩，刻意在琴弦上动了手脚。臣妾恳请德贵妃娘娘严查毁琴之人。那是自然，只是这宫宴即刻开席，凤嫔可还有其他准备？凤嫔妹妹莫要忧心，你可借本宫这张交尾琴，断不会让你在殿前失了分寸。多谢婉贵妃娘娘。明日宫宴，怕是有人在琴上做手脚，到时你带着侍卫，抓到人便送去理宫正院，严加审判。后宫之人虎视眈眈，本宫怎会毫无防范？长姐归宁，云王亲率使团至我宁国，朕特地设下宫宴，为二位接风洗尘。常听王妃说，这宁国物富民丰，可本王看这酒，就比云国的差远了。饮食美酒和文化息息相关，云王还未了解我宁国的文化风俗，自品不出这酒中之妙。后宫准备了才艺助兴，长姐跟云王边喝边赏，定能品出其中奥妙。凤嫔娘娘，这是给您的。这是本宫送问心的簪子，这个簪子很衬你。送你了，真好看。你以为只有毁琴这么简单？对付你，本宫岂会不留后手？哟，今日怎么不见妹妹的贴身婢女？莫不是宫宴迷人眼？
他不小心走丢了。凤嫔可是要准备献艺。这位凤嫔，本宫未曾见过，是哪家氏族的闺秀？回长公主，凤嫔妹妹并非出身世家，原是上一局。凤嫔琴艺出众，朕很期待你的演奏。禀官家，臣妾的琴方才出了些问题，想着去瞧瞧。凤嫔妹妹不是说好用本宫的琴吗？官家，我们准备的两曲原是上下阙，不如先让臣妾弹上部高山，妹妹再接下部流水，如何？今日云王和长公主在席，还请官家容臣妾暂退，待准备周全再来献艺。好。阿姐，出什么事了？问心不见了。数日里，他的玉簪上却有霜水，我怀疑他被人关进了冰室，时间久了会出人命的。我随你一起去。我们分头行动，你回太医署帮我备一些驱寒的衣物和药材。好，我随后去找你。文心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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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醒醒！你坚持一下，我带你出去。走。开门！文心，坚持一下。开门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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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文心，文心，文心，你醒醒！文心，臣妾备了一曲高山，愿两国情谊山岳永固。云王，文心，文心，再坚持一下，我们马上就可以出去了。你不是说想出宫看一看吗？我带你出宫，国外有很热闹的市集，到处都是烟火气。我们再喝上一碗热腾腾的胡辣汤。凤清为何还没回来？文心，文心，不要睡着，我们马上就可以出去了。臣妾演奏完毕，怎还不见凤嫔妹妹？去看看是何情况。是。哎呀，象征着两邦友谊的高山流水，如今却只剩一半，这凤嫔也太无礼了。哼，一个嫔妃都敢怠慢本王，这就是礼仪之邦的待客之道吗？凤嫔娘娘到！
锁在冰室了吗？看来妹妹是去精心准备了一番。本宫这张明玉是先皇后娘娘的心爱之物，正好配妹妹要谈的流水。官家恕罪，臣妾方才被东西时伤了手，实在是无法弹琴。怎么还受伤了？哼！凤嫔先说琴坏了，现在又说手伤了，难道是不愿为我们献艺呀？妹妹若再这般推辞闪避，确实有失我大国风范，不如就由我来。臣妾不才，臣妾也曾学过几首曲子，若云王不嫌弃，臣妾愿为云王演奏。既然苏才人有此心意，他便由你献艺吧。怎么回事？我的脸！本宫预料的没错，凤卿如今风头正盛，必定会有人在她的琴上做手脚。娘娘，凤嫔娘娘的琴弦上不知何故沾了蜡油。凤嫔妹妹莫要忧心，你可借本宫这张交尾琴，当不会让你在殿前失了分寸。凤卿，你真是运气好，竟然有人帮你挡了灾。快把苏才人带下去。这琴，臣妾方才弹得好好的，臣妾先带妹妹去太医署。他让我弹他的琴，难道是为了借机害我？婉儿，你怎会如此残忍？哎呀，这宁国的女子看到点血就慌了，哪像我们云国女子，能跨马弯弓，上阵杀敌。我宁国天子仁德，百姓安享盛世，自然无需女子跨刀上阵。诸位，方才的意外扰了大家的兴致。臣妾特意为云王和长公主准备了美酒品鉴。此酒正是由贵国的贡品葡萄所酿，云国的鲜果配上宁国的酒曲，方得此佳酿。上口，上口。官家，臣妾刚刚献了你，还没有献艺。这葡萄美酒，其实另有用处。以我宁国的美酒，做出云国的汗马之徒，凤嫔果然巧思。陛下的后宫竟有如此能人。我宁国以仁自立天下，聚财兴邦；云国纵马拓疆，此话正义两国交好。我宁国福泽四海，协和万邦。倘若两国建立邦交，可互通有无，开通商路，互蒙其利，岂不美哉？愿两国商贸互通，邦交永固。邦交永固。
凤新县画有功，即日起擢升为贵嫔。多谢官家恩典。阿姐，阿姐，阿雪，快带他回太医说，我要赶去宴会。可是你，我坚持得住。你真是烂泥扶不上墙，不但搞砸了宫宴，还让那贱人封了贵嫔和本宫平起平坐。有你这么蠢的帮手，本宫不死都是命运。娘娘，求你，若您能帮我治好脸，我可以为娘娘做任何事。你本就是个只有脸蛋的花瓶，如今花瓶有了裂痕，还能有什么价值？他怎么样了？他无碍了，休养几日便可恢复。说在冰室再关久些，就危险了。是孟贵嫔，她借问心引我去冰室，想把我们都冻死在那。孟贵嫔，阿姐，你有何打算？大果真相近在咫尺，先查明真相要紧。至于孟贵嫔，敢动我的人，我迟早要清扫她手上的笔笔血尘。凤贵嫔到。凤妹妹怎的来了？夏日炎热，我做了些荔枝冰露，想给姐姐和小公主消消暑气。妹妹费心了。妹妹手上的伤还未好吗？早好了，这是我今日绣方帕时不小心又伤了。绣方帕也能受伤？上衣局新到了些冰蚕丝，我便想在方帕上绣个凤尾图案，谁知那冰蚕丝看似纤细，实则锋利无比，我不小心就被割伤了。冰蚕丝我并未用过，没想到竟如此有韧性。妹妹还是让上衣局替你缝制吧。我担心其他领过冰蚕丝的姐妹也会被割伤，便让上衣局去提醒领过冰蚕丝的人。可上衣局却说，冰蚕丝之前领用记录被撕了。竟有这事？本宫这就着上衣局彻查，同时提醒各宫多加留意冰蚕丝。他不怕把事情闹大，到底是真心不知，还是演得滴水不漏？阿娘，阿娘，陪我放纸鸢。母妃晚点再陪你去，给凤贵嫔行礼。凤贵嫔娘娘万福金安。小公主的纸鸢真好看，姐姐，让我陪小公主玩一会儿吧。好。小心点儿。呀，没事吧？这线又断了，还是原来那根丝线好用。丝线，公主还用过更结实的丝线啊。是啊，之前那根丝线叫……这是秘密，阿娘不让我告诉别人。让我来猜猜，那丝线是不是叫做冰蚕丝？
好厉害！你怎么知道？那丝线呢？后来找不见了。凤贵嫔娘娘，我以后还能找你玩吗？自然，随时恭候小公主。娘娘，顾大人到了。阿玄，你如此急切找我，是出了什么事吗？宫外的线人找到灵堂公家的下落，我准备亲自去一趟，明日一早便走。正好，我在德贵妃宫中也有所收获。竟真的跟德贵妃有关？怎么会？看似无关的人，往往身在其中。只是眼下尚缺证据，所以你此行至关重要。阿姐放心，我定会谨慎行事。娘娘，长公主有请。本宫再返宁国，不知何年，往后还盼你多为洛儿分忧，替她掌管好这后宫。六宫之事，臣妾不敢僭越。你心思沉稳明事理，更有护国安邦的赤诚，这般贤德睿智，倒和先皇后顾卿有相似之处，皆有统御六宫、母仪天下之姿。臣妾惶恐。洛儿生在皇室，有太多身不由己。她自小惯于隐忍，又不善表露心迹，她实在太孤单。太累了，他如今有你，我就放心了。长公主，洛儿过去只认顾卿一个皇后，既然命运把你带到她的身边，你们都是极聪慧之人，定会知道未来的路该怎么走。太医说我脸上的疤治不好了，娘娘你神通广大，帮我寻寻神医奇药吧。真是蠢得天地不容！你死心吧，本宫从不养废物。娘娘你不能这样对我！你这废物倒是跟永福宫相配，晦气得很。箱中贵重之物都是献给凤贵嫔的，你们仔细着些。这确实挺香的。你来干什么？臣妾给凤贵嫔娘娘请安，娘娘万福金安。苏才人找本宫做什么？这些都是给娘娘的赔罪礼。臣妾在宫宴前故意弄坏娘娘的琴，如今我这张脸，也算是自作自受的报应，实在是罪有应得。你不只该向本宫请罪，你更该向问心赔罪。她是问堂的姐姐。从前我肆意作践旁人性命，我对不起问堂。问心，我向你赔罪。你轻飘飘一句向我赔罪，那谁要来赔问堂的性命？我自知罪孽深重，此后愿青灯古佛相伴，每日抄经赎罪，求娘娘宽宥。你害人性命，令问堂枉死，又几次三番对本宫按下毒手，这般恶行，问心不会原谅你，本宫亦不会宽宥。臣妾诚心悔过，如今我已是废人，只求娘娘能让我在永福宫疗残生。我不会接受你的赔罪，更不会收你的礼。是。他如今这般做派，也不知是真的幡然醒悟，还是又想耍什么花样。
他的罪孽，不是悔过二字就能抹掉的。原谅二字，轮不到他来求。留他性命，已是本宫对他最大的宽容。凤贵嫔娘娘万福金安。嫔妾将抄了100遍的《金刚经》和赔罪礼送到了娘娘殿中。你的礼我不会收，之前的也会差人送还。你既有心抄经，便少沾些酒气。今日是臣妾生辰，所以放肆了些。听闻娘娘亲手酿的果酒甘醇，可否斗胆讨一口尝尝？往年生辰，父亲总会给我折一只纸鸟，怕我像鸟儿一样自在。可入了这宫门，哪还有什么自在？路都是自己选的，即便身在这宫中，也能选该怎么活。温仙，给他去谈果酒来。哼，娘娘，往年我生辰，身边总有人围着，如今我容貌尽毁，一人形单影只。娘娘可愿坐下，陪臣妾片刻？娘娘的果酒竟这般甘甜。这杯经凤贵嫔娘娘开恩让我留在这里，抄经赎罪。这些年，我总想凭着美貌给苏家挣一份可光耀门楣的体面，可入了这宫门，一句商贾之女便将我碾得粉碎。娘娘一句不为难说的轻巧，可这些年我明里暗里受了多少为难？所以，你的悔过和赔罪都是假的。对呀，都是骗你的。在这宫里呢，难道仅凭向善就能活下去？我既无出头之日，往后的搓磨折辱又怎会有尽头？苏代，并非本宫不放过你，是你自己不放过自己。这鸳鸯转心湖的机关，本宫比你更清楚。本宫可怜你，给过你机会，可你不该害本宫。那杯酒，我根本没有喝。我又怎会不知，给你下毒会被你识破？可若换成是你给我下毒呢？岂不是天衣无缝，绝不会失手？凤贵嫔，你向我索要了那么多金银，为何还是要下毒害我？
收拾我行了。死了，怎么死的？听说是凤贵嫔毒杀的。他居然真敢这么做！他这把锈了的废刀，总算在死前出了回鞘。你本就是个只有脸蛋的花瓶，如今花瓶有了裂痕，还能有什么价值？如今我的脸毁了，早晚都是死路一条。苟活不过是多受些屈辱罢了。娘娘若想除掉凤卿，不妨与我做个交易。就凭你，还想除掉凤卿？一个丑陋不堪的花瓶，现在还能有什么用处？我的交易于娘娘而言不过举手之劳，而了结凤卿却不容易。说到底，是你更需要我，而非我求着你。你想要什么？要娘娘保我苏家世袭皇上之位。可以，那你最好拿出些真本事来，让本宫看看。值不值得？娘娘，您神通广大，帮我学神医奇药吧。本宫从不养废物。娘娘，您不能这样对我。你这废物倒是跟永福宫相配。苏才人说把这个交给您，您自会知道。也不枉本宫配合他在凤卿面前演了那场戏。官家现在何处？禀官家，苏才人死前说凤贵嫔娘娘向他索要金银，还下毒害他。抬上来。回禀官家，这是从凤贵嫔的偏殿里找到。臣妾前2日路过永福宫时，正巧见苏才人差人往凤妹妹店里搬箱子，就是这口苗金银碾的。官家所送的奇珍异宝不计其数，我为何还要向苏才人索要？官家，苏才人以赔罪为由送来的东西，臣妾一件未动，一直置于偏殿。本想着这2日一并送还给他。禀官家，这是2人饮酒时用的9转鸳鸯壶，鸩毒就藏在这酒壶的暗格之中。酒是怎么回事？回官家，酒是温馨姐姐拿来的，说是凤贵嫔娘娘亲自酿的果酒。苏才人喝下没多久，就吐血身亡了。这酒的确是我送的，但这鸳鸯转仙壶是苏才人，他早将毒藏入暗格中，以自尽栽赃于我。壶中藏毒是事实，凤妹妹与苏才人同饮，苏才人暴毙当场，可妹妹却安然无恙。若说是自尽，怕是难以服众。苏氏面容尽毁，是否早有自尽之意呢？禀官家，前朝确有桩旧案，宫妃失势生怨，自饮毒酒，以性命嫁祸宿敌。苏才人绝非嫁祸，而是被害。官家，苏才人曾托人送血书于臣妾，状告凤贵嫔欺辱他，向他索要金银。臣妾只当是恶意攀养，谁成想他竟为此殒命。
也是臣妾不察之过。臣妾对比了苏才人所抄佛经的字迹，这份血书确实出自苏才人之手。苏才人若要告我欺凌苛待，理应说与执掌封印的德姐姐，为何要将血书给孟贵嫔你？许是前几日我给她送了份生辰礼，她便记了我这份情，还说等生辰时要亲手种植海棠，又怎可能在当日学了短剑？德姐姐长着凤印，此事若轻轻放过，六宫怕再无安宁之日了。话虽如此，但还需再查一查吧。如今人证物证俱在，德姐姐亲眼所见，苏才人往凤贵嫔的店里送东西，宫人又亲眼见他二人同饮后苏氏殒命，再加上这血书，难道还不够铁证吗？够了，事情尚无定论，不得妄议。官家，苏家刚为水患捐了黄金，苏氏却在生辰当日惨死，后宫法度何在啊？皇家颜面又何在？官家万不可徇私，定要秉公处理。苏代以命设局，我需另想他法破局，断不能让官家在众人面前偏私于我。官家明鉴，此事定有蹊跷，还请官家彻查此事，还臣妾清白。臣妾甘愿入上宫局，听凭查验。既如此，便依你所言。只要进了上宫局，本宫有个是法子叫你走不出来。启禀官家，苏才人是我杀的。不行，你在干什么？启禀官家，苏才人是奴婢毒杀的，为了替我的妹妹温堂报仇。娘娘，是我对不起你，我顶着您的名头讨要金银，毒是我下的，苏才人的酒是我亲手倒的。你别翻身！官家。快既已认罪，还不快将人拿下！荤腥毒杀苏才人，杀猪大牢，拖下去。娘娘，万福。
家明鉴，苏氏已自尽栽赃于我，文心是为了我才认罪的。朕自然是相信你的，可是那苏氏以命做局，人证物证对你都不利，再查下去，矛头全指向你，朕该如何是好？朕也不愿拿你冒险。臣妾明白官家心意，但丫鬟的命也是命，我不能为了自保牺牲他人。更何况，文心待到年底就能出宫获得自由，她是因为我才卷入这是非斗争的。朕知道，可现在问心认罪是最快的破局方法，拖下去只会节外生枝，后患无穷。但真相不该被埋没，让清白者替罪。臣妾明白，律法森严，官家不能徇私。恳请官家宽限我7日，容我查明真相。好。娘娘，都打听清楚了，那只鸳鸯转心壶是苏家特制的，与寻常样式不同。这还不足为凭，需证明那毒是苏氏自己备下的才行。逐一盘查所有接触过苏氏的人，不能放过任何蛛丝马迹。是。娘娘，出什么事了？审讯时，有人诱逼问心，让他供认受您指使。问心宁死不从，便自尽了。你说什么？问心已经去了。文清，你终于醒了，你都昏迷3日了。大本，你是何人？凤清，你怎么了？我看到你杀了孙内侍，但我没有告诉李思哲。这是孙内侍折磨我时留下的，如果不是你杀了他，可能今天没命的就是我了。如今我已经晋升永福宫长侍，日后啊，我们再也不怕被人欺辱。奴婢问心参见凤美人。这个身份看似光鲜，实则步步荆棘。往后怕是会有无穷风波，你可还愿意再跟着我？我愿意的，不管未来发生什么，我都愿意跟着你的。我原本想着你跟在我身边会过得更好，可这就是我来得及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我要是也能出宫就好了。那样就真的自由了。什么鬼屁！无论是逼死问心，还是苏代以身作罪，背后之人都是那个鬼婢。问心，本宫不会让你白白死去，这笔死罪定加倍奉还。
小心！夫人，快传太医！是。凤庆，我按你说的天天练字，你看怎么样？凤嫔娘娘，我和阿娘来看望你了。哎，妹妹不必多礼，多谢娘娘。父皇说你病了，这是阿娘给我做的护身符，我把它送给你。多谢小公主。没想到姐姐还会做这个，我哪里会做这些？这是冷阿娘做的。冷阿娘。冷贵嫔对我母女二人有救命之恩，清雅一直唤她阿娘。呀，没事吧？丝线又断了，还是原来那根丝线好用。丝线，公主还用过更结实的丝线啊？是啊，之前那根丝线叫……这是秘密，阿娘不让我告诉别人。阿娘，原来她口中的阿娘，并非只有德贵妃。所以陪小公主放风筝的也是冷阿娘。是啊，是冷阿娘。兜兜转转，朕胸竟藏着如此之事。冷贵嫔，居然是你！阿玄，你此次出宫，可有何收获？我确实查到了真凶，但并不是德贵妃，是冷贵嫔。阿姐如何知晓？我也是刚刚才得知，是她让小公主去兰芷宫偷走了冰蚕丝。那批布置灵堂的工匠，3月曾去城外修葺道观，结果道观失火，无一人生还。竟又用同样的手段杀人灭口。我找到老匠人的儿子，写下了证词，能证明老匠人曾提过。冷贵嫔命他们丈量了一味道主家的距离，还在宫中附近的地面用火油打底，上头附着薄蜡，只要烛台倒地，蜡遇上融化，便会引发火势。难怪那日大火起势凶猛，我甚至都没有逃生的余地。冷宫阴痞，4个人容易得很，我这就去杀了他。不可！若只要他信你，一刀便能了结。可我要的是，将他舍弃大火，害死皇后之事公之于众。如今所有目击证人已被悉数灭口，单凭这份证词，还不足以坐实罪名。我们还要想办法在……官家驾到！见过官家。官家万福。他恢复的如何？娘娘急火攻心，心脉郁结，需慢慢调养。朕知你因问心伤怀，你去收拾一二，朕带你去个地方。现在？你看看外面的风景。臣妾无心看风景。看看吧，阳光正好，或许可以扫你心中阴霾。记住，一定要用温水煎热，可不能用凉水了。注意吃药。好，先回去了，谢谢啊。来，我看看，先去里面吧。不行。好。苏家闹得厉害，温贵嫔又咄咄逼人。你曾说过，问心向往宫外自由自在的日子，
朕就想了个法子，让他假死出宫。那日还没来得及跟你说，你便晕倒了。臣妾感谢官家为文心如此宠我。朕本来还想替她安排生计，也好生活下去。但这姑娘不愧是你的丫头，有志气的很呐。你教了她识字，她就在这个医馆找了个抄方子的活计。要不要下去与她叙叙旧？她如今过上了期盼的生活，我又何必再打扰呢？只愿她今后平安自在便好。她最该感谢的是官家，给了她自由。朕做这一切，都是为了你。我只想让你知道，无论你决定做什么，我都会支持你。官家可想出去走走散散心？好啊。以后不可以贪凉了，这是药，拿好。哎，好，记得吃药。谢谢啊。这位小娘子，有人托我给你带个物件。这个簪子很衬。桑娘，真好看。娘娘托我给你带句话：这世上再无宫婢问心，但她永远有一个妹妹。公子，你想去哪里啊？你去哪儿，我去哪儿。但得寻常百姓家，晨吹夕响话平生。你可否羡慕问心那样恬静自由的生活？羡慕。但臣妾身为皇家女子，想的是四海供养，肩上便该担万民之托。九州烟火，天下苍生，小民一一时。皆依赖天子，德正人风。朕知你善良刚毅，聪慧豁达，宫将困不住你，你可愿与朕一起守护这人间烟火，锦绣山河？千儿，无论你以何种身份出现，都是如此耀眼。和朕并肩走下去的，只会是你。你可愿与朕一起，朝暮成贤，岁岁共此生？从今往后，我愿与君风雨共度，甘苦共往。官家，官家，小奴有要事禀报。何事？宫里来报说，冷宫里的冷贵嫔临盆了。什么？冷贵嫔？再去端杯水来。是，娘娘，坚持住啊！德姐姐与冷贵嫔情同姐妹，知她有孕，却瞒着不说。可是欺君啊！莫非德姐姐也一直被蒙在鼓里？冷贵嫔被罚入冷宫时，她也不知自己已怀有身孕。待她察觉身子有异，已是数月之后。本宫也是偶然去冷宫看望时，才得知她已怀有龙嗣。冷贵嫔何时有孕，无人知晓。如今突然临盆，未免也太过蹊跷。本宫已命人查过起居注，冷贵嫔腊月初7时起。太医署也有记载，
如今怀胎8月，何来蹊跷？启禀官家，确实如此。冷贵嫔怀有龙裔，为何数月来半句不提？万一皇嗣有个3长2短，谁担得起这个罪责？未能及早禀报，是臣妾之过，臣妾甘愿受罚。冷贵嫔隐瞒，定有不得已的苦衷。待她平安产子，官家一问便知。眼下最要紧的，是保冷贵嫔与皇嗣平安。皇嗣若有差池，你难辞其咎。灵堂大火后，冷贵嫔自请入冷宫，如今看来，倒像是早就算准了时机。娘娘晕过去了，快来人呐！生不下来才好，最好一尸两命，永绝后患。恭喜官家生一小皇子！真有皇儿了，真有皇儿了！恭喜官家！冷贵嫔但与龙嗣有垢，即日起擢升为贵妃，居御诸贡。他凭着皇子平步青云，看来所图甚大，绝不似表面这般淡薄。本宫竟疏忽至此，让他诞下皇子。从未见过婉儿这般延续戾气，断不可再任由他妄动。婉贵妃怎么醉成这样？你先下去煮碗醒酒汤过来。你来干什么？那日长公主回朝宫宴上，是你在琴上面动了手脚吧？是又如何？宫里这些女人哪个没有野心和算计？为何我做不得？人可以有一己思念，但不可没了良知。婉儿，住口！本宫的名讳岂是你能叫的？世上有资格叫我婉儿之人已经死了。我没死，我是阿姐。你还没演够呢，别以为知道先皇后一点旧事就能骗得了我。每逢阴雨，你便会涂那3七接续高止痛。你怎会知晓此事？这里面的鎏金转香炉是我送给你的，里面是艾草混合陈皮制成的香料。这是10岁那年，我们一起偷拿母亲的银锭，她的平安镯。还要我继续往下说？你是阿姐？不可能！阿姐的尸身是我亲自手炼的，你怎么可能是？那场大火后，我借着濒死的宫婢凤卿之身，又活了回来。阿姐，真的是你？我不是在做梦吧？让阿姐像从前一样，给你揉揉腿。阿姐，你真的回来了，婉儿以后再也不是一个人了。可你之前为何不告诉我？
为何不与我相认？后宫险象环生，我为了查清那场大火的真相，只能隐蔽行事，不敢贸然与你相认。但是，我可以暗中护着你。阿姐的意思是，那场大火并非意外。我与阿玄本想待真凶伏法之后，再与你相认，但如今局面易变难测。那这么说，阿姐和阿玄已经相认了？阿玄一直在暗中配合我调查。那真凶是谁？是冷贵妃。竟然是她！冷贵妃手段了得，城府极深，我会想到周全之策，让其伏法。婉儿，你切莫轻举妄动。你怎么总是这样？什么事都自己扛着。你以为你在护着我，可我也想护着你。妹妹一大早约我来华林园，就是为了喂鱼。冷贵妃产下皇子后，你就未出过兰芷宫。本宫今日来想问问你，是要继续当缩头乌龟，还是跃入这湖中，做一回争到时的锦鲤？想合作？看来妹妹比我着急啊。听闻你兄长因边关血骨之事，惹得官家不快。我兄长很快就会解决血骨之事，可你现在既无官家宠爱，亦无子嗣傍身，眼下唯有合作才是出路。那妹妹可是已有计划了？她刚经历难产，身子正虚，本宫会奏请官家，将兄长从边关带回来的百年人参送给冷贵妃补身子。等小皇子满月宴，请姐姐再送上加了武灵芝的甜品。上好人参加上武灵芝，会让虚弱的产妇大出血而亡，但你我又都是无辜的。妹妹高明啊！装无辜吗？姐姐最合适了。不下点猛药，你我怎能杀出一条活路呢？这可是个好机会。这确实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。多谢德姐姐，多谢凤妹妹，恭喜冷贵妃。臣妾用金缕织了件襁褓，正配小皇子的尊贵身份。妹妹有心了。哎呦，这身子怎么还这么虚？我前几日送来的百年人参，可有在服？多谢妹妹关心，参汤日日在服，已恢复许多。这老参可是我兄长从军中得来的好物，极是难得。冷姐姐，妹妹做了杏仁酪，给宴会添些彩头，祝冷姐姐和小皇子喜乐安康。婉贵妃客气了，先放在一边，等官家到了再一起尝尝吧。杏仁酪是婉儿亲手所做，莫非其中有何不妥？官家驾到！官家万福。都坐吧。既然官家到了，那就尝尝婉贵妃做的杏仁酪吧。
凤仙，婉贵妃做的杏仁酪向来拿手，快尝尝。这杏仁酪与平日味道不同，婉儿加了什么？兰姐姐别吃，这杏仁酪里有武灵芝。听闻怨妇不能食用武灵芝，但冷贵妃产子已有月余，如此少量食用，有什么问题吗？冷姐姐近来是否服用过补气血的人参？最近产后身子虚弱，确实有在喝参汤。人参和武灵芝共同作用，会让虚弱的产妇大出血。婉贵妃，到底怎么回事？是孟贵嫔逼臣妾在杏仁酪里放武灵芝。臣妾冤枉，官家莫要轻信谗言。婉贵妃，孟贵嫔给我下毒，说这是他兄长从边关击回的血蛊虫，他逼我害冷贵妃。好大的胆子！官家息怒，这是顾婉一人之言，他想陷害臣妾。可我每日所服参汤的百年人参，确实是孟贵嫔送的，还说是他兄长特意寻的，嘱咐我要日日服用。快睁开眼，把弓抬上来！你怎么样啊？这血里是什么？你放心，朕不会让婉儿出事。此前军中多人死于血蛊之灾，没想到你竟把此物用于后宫争斗，你好大的胆子！臣妾冤枉，我没有下蛊，是他们联合起来害我。当初你让苏才人以身入局，置我阿姐于死地，可曾想到有今天，我会以你之道还治你身？如今人证物证俱在，你还敢狡辩？难道婉贵妃会给自己下蛊？冷贵妃会冒着血崩的生命危险来诬陷于你？哼，孟氏送来的东西，本宫怎么敢吃？想害我，就是找死！你个贱婢，还敢攀咬本宫！朕忍你很久，将他拖下去，尽足玄霄宫。官家饶命！官家饶命！婉贵妃，天算不如人算，本宫筹谋已久，布下这盘大棋，又在冷宫忍辱数月，所图的从来都是凤位。山水蒙卦，小人作祟。
本宫设计先皇后在灵堂大火中化为灰烬，如今孟氏已悉数已尽，本宫的阻碍只剩凤情。对自己狠的人，对别人一定更狠。若有人敢挡我前路，下一个灰飞烟灭的就是你。怎么是你？你来做什么？哼，终日打雁，没想到却被雁啄了眼。带本宫出去，定要将害我之人都千刀万剐。官家口谕，孟氏永进玄霄宫，他与你不复相见。你假传圣旨！有我兄长在，官家断不会这么对我。官家已去信，将你的事情告诉孟将军，命他驻守边关，3年内不得回朝。官家怎会如此对我们孟家？我是冤枉的。冤枉！太后灵堂，你命曹氏点西域安神香，令先皇后在大火时无力逃出。皇后祭典，你威胁银生，诬陷顾玄、顾婉私通。云国宫宴上，你把问心关到冰窖，又让苏代以死陷害于我。你的种种龌龊行为，官家都已知晓。你还幻想他能再踏入这里？无论手段如何，只要能助我达成目的，有何不可？权势没有黑白，只有输赢。后宫之中，身难自主，可借势，可用计，然良知底线断不可失。欲成大事，定是要有人牺牲的。我们孟家人就是要活得野心勃勃，拼个轰轰烈烈，何错之有？你这般罔顾人命，仅为一己私欲，你称之为错，分明是罪，是孽，是恶。一将功成万骨枯，本宫系出高门，金尊玉贵。至尊之位的盛景与富贵，本宫皆已尝遍。纵使一时失势，亦比尔等蝼蚁辉煌100倍。你知道这是什么吗？这是你最近心思所求的一切，空的。假的，虚幻的。知道这是什么吗？这就是他对你的爱，空的、假的、虚幻的。不可能，我家已经灰飞烟灭了，你不过就是个卑贱的宫婢。昔日你高门显贵，不可一世，而今种因得果，一半涂地，你会慢慢腐烂、枯萎，困死在这儿，活成你最鄙夷之人的模样。怎么不算是你最大的报应？一念成泥，一世昆池，终是大梦一场。真是荒唐。
而且，边关巨婴送我的信和那只血骨虫，是你动的吧？没想到你竟然赌上自己的性命，服。的排毒药配好了，您看一下。怎么没加黄连？哦，今天早上大人您特意交代，婉贵妃有寒症，先不加黄连。哦，是我记错了。你煎好了，给婉贵妃送过去。是。顾太医这是怎么了？心不在焉的。阿姐，你的猜测是对的。我以那封证词做诱饵，进我房间的既是陈太医。冷贵妃在太医署果然有帮手。我一直怀疑，凭冷贵妃一人在冷宫保胎何其凶险。若是有陈太医帮助，那便说得通了。陈太医医术高超，且本分不贪财，怎么会愿意帮冷贵妃做如此冒险之事？难不成他有把柄在冷贵妃手里？他很快升任属令了，莫非背后有什么隐情，将二人捆绑在一起？尽快查明二人关系，便能顺藤摸瓜，找到冷贵妃的命门。妹妹都是因为我才如此虚弱，我日日祈福，唯愿妹妹尽快好起来。除了我阿姐，这宫里只冷姐姐这般关心我。我本想亲手熬些排毒汤给妹妹的，但想到妹妹有顾太医这样医术精湛的弟弟，就不好越俎代庖了。顾太医这几日定然在为妹妹悉心调治吧？他这段时间有些忙，不过头一日来给我开了排毒药方。只有头一日过来吗？再忙还有什么人什么事比他阿姐还重要？阿璇常来看我，只是最近冷
等姐姐帮我取一下盒中的药囊，可助我顺其安神。这瞧着像是凤贵嫔的帕子，怎么在妹妹这儿？这帕子是我在公道上拾得的，一直忘了还给凤贵嫔。说来也巧，那日在宫中还遇到阿玄送一名染疫的宫婢出宫。怎么宫婢染疫还需要顾太医亲自送出宫啊？太医署的事，他很少跟我提起。阿玄就是这样，凡事都喜欢亲力亲为。他对你更应该亲力亲为才是。你以后有什么事尽管跟我说，就把我当做亲姐姐吧。谢谢姐姐。那妹妹好生歇息，我改日再来看你。嗯。并未听说宫中有何异病，此事或有蹊跷。这是我从顾太医那儿偷偷誊抄下来的。是那老匠人儿子的证词，顾玄果然在查大火真相。可有销毁证词原本？你放心，我在那原本上撒了药粉，几个时辰后，上面的字迹便会模糊不清。如此，既毁了证词，他也不会发现证词被人动过。顾玄带疫病宫婢出宫之事，可有眉目？我连夜核查了近几日所有的疫病记录，顾玄向太医署谎报了染疫之人记录。他为何要如此大费周章地送个宫婢出宫？顾婉这么久捡到凤青的手帕，莫非顾玄要带出宫的是凤青？启禀官家，司天监在太医署的草丛里面发现了一块奇石，说是天降异象，非同小可。后宫的娘娘们都去看热闹了。带朕去看看。是。如此异象，你有何解？啊！启禀官家，此石裂纹浑然天成，形若凤子。结合宫中带凤子之人的生辰，臣推出此时或与凤贵嫔有关。天垂象，地映照，凤妹妹应是天赐祥瑞化身。司天监可要好好推算。待微臣将此石挖出，看清全貌，应有全盘论断。大人，大人有发现！啊！你作何解？此时下淌黑水，乃淫乱之象。此物又出现在太医署，恐太医署有人对凤贵嫔心怀不轨。兹事体大，你可看准了？臣一向直言，绝不敢妄断。而且，这说，此时全貌乃大凶之象，需尽快搜查太医署，找出祸端。既是凶相，
自当从速处置，以免扰乱国之气运。调你过来，是因此事过于蹊跷。朕怕太医署有人想借此加害于你，所以才搜查。臣妾明白，妹妹不必担心，搜查只是为了找出心怀不轨之人，也是为了不影响国之气运。启禀官家，在顾太医枕头下搜出此方帕。呈上来。这是你的帕子？是。凤贵嫔的手帕为何会出现在你的枕下？官家，臣并不知情。定是有人故意用此帕栽赃陷害。微臣坦坦荡荡，怎可能做如此蝇营狗苟之事？官家，微臣发现顾太医有异常之举，就是不知与那异象是否相关。但关乎凤贵嫔清白和国之气，臣不敢不搜。讲，这是太医署上个月的议定记录。顾太医私自添加了一名浣衣局宫婢的染疫记录。此事事关宫闱，无关人等都退下吧。是。朕记得那晚，顾太医，官家万福。你带出宫的人是谁？臣只记得是浣衣局的一个宫婢。微臣出于谨慎，特意去问了浣衣局，那日并没有宫婢染疫，只有一名宫婢因萧可症而被恩放出宫。你带出宫的人究竟是谁？微臣记不清名字了。你阿姐说过，你记忆极强，从小看过的医书便过目不忘。凤卿，你知道那晚他送出宫的人是谁吗？朕记起来了。不说实话便是欺君。官家，顾大人那日送出宫的是我，但事出有因。是我给他下药，强行带他出宫。我不想让他和阿姐一样，在这深宫里落得个惨死火海的下场。那场大火是意外。不是意外，是有人在灵堂动了手脚。什么？我们二人一直在查灵堂大火的真相，先皇后的死并不是意外。一直调查大火，你们二人一起。你们的秘密还真多呀！为何不告诉朕？
娘无关，一切都是我一人所为。什么时候轮到你来逞英雄？你以为你是谁？你觉得我保护不了他？你不顾他的情愿，私自将他带出宫，就能护他周全？顾大人是情有可原，还请官家宽恕他。情有可原，但罪不可恕。国无法不立。顾玄私绑妃嫔出宫，将他打入天牢，以待发落。来人！都退下！子渊，你听我说，我是青儿。阿玄只是护姐心切，求官家宽恕他这一次。朕给了你那么多次机会，你都不愿意坦诚。如今为了救顾玄，你愿意承认了？替顾玄求情之人与他同罪，你还要说？我永远是他阿姐，我永远护着他。好啊，既然你们姐弟情深，那朕就成全你们。即日起，凤贵嫔禁足永福宫。一切都按照你的计划进行着。官家大怒，顾玄被下了大狱。可我总觉得那不太对劲。那凤清如何？我离开前听他叫了官家的表字，他拉着官家的手哀求着说：“她是青儿。”叫官家表字，青儿。难道她真是顾青？你说什么？凤清真是先皇后？怎么可能？怪不得她一个奴婢会有如此造化。顾青真是见凤清之身还魂了，她竟然阴魂不散，又活回来了。她能活着回来，我就能让她再死一次。我们已经害过他一次了，若再下毒手，罪孽更重。就算不为我俩祈福，也要想想我们的。文远，来，坐下说。将来所有的责罚，我都愿意一个人承受，但凤清这个祸患不能不除，否则，给他人留后路，就是给自己掘坟墓。你我相识多年，若非我入宫，早该与你举案齐眉。这后宫人心思鬼，唯有你，是我能托付性命之人。如今只需除去凤清，一切便大功告成。风险太大，我看凤清在官家心里非同一般。正是因为这样，才不能不除。若他将大火真相捅破，我们就是死罪。大不了我一个人将所有罪责都揽下来。那我们的孩子呢？若凤清当了皇后，我便岌岌可危。到时，孩子怕是保不住了。我们如今别无选择，唯有先下手为强。可是，无需多言了。顾玄下了大狱，凤清那边的日常看诊你安排一下，趁机找个稳妥的方式给他下毒，神不知鬼不觉的令其丧命。好。
顾青，你就算见凤青重生，也必须死。本宫才是命定的皇后。娘娘近来心有郁结，夜夜梦魇引起高烧不退。微臣这药疏于退烧，还需要再多服几日。且慢，药还烫，不宜入口，不如再给娘娘多拿床棉被，有利于发汗退热。是。官家驾到！怎么回事？官家，凤妹妹已昏迷多时，太医也来看过了，还是不行。把所有太医都叫过来，快点！是。气息越来越弱了。父亲，你可是在院镇那日将顾轩打入天牢，朕并非是在针对你，那日是朕泄气了。你，官家。没想到凤妹妹病得如此严重，我这就回去焚香祈福，祈天道庇佑。恭喜你得偿所愿，此后无人再与你争凤位了。只是我这几日实在是惶惶不安。你放心。一切尽在我掌握之中。我能设局让顾青葬身火海，也能让凤青神不知鬼不觉的丧命。我步步为营，承蒙凤位，为的就是我们的孩儿能成为太子。我今天太高兴了，文远，再陪我喝一杯。可惜你看不到未来的荣景，凤青之死，总要有人担下。你在这酒里下了砒霜，怕是忘了我对气味极其敏感。官家，你们怎么来了？老师，你已经犯下如此滔天大罪，你心里可还有半点天理王法？官家，此乃灵堂老匠人遗书，他受冷贵妃指使，在宫中附近的地面上涂蜡，并掺了火油。事后冷贵妃又命人在宫外将灵堂几10名工匠尽数灭口。
不是已经毁了，怎会还在？你看看你做的这些事，简直丧尽天良！这证词是伪造的，况且这只是他一面之词，怎可凭此就定我的罪？你以为可以将一切玩弄于股掌之中，殊不知，你才是股掌中的利用。这盘棋是我们与你的一场豪赌，也是生死博弈。你觉得我们手里没有扳倒你的实证，那我们便请君入瓮。这第一步棋，索性就由我卖你个破绽，以你先下手为强。证词正是为引蛇出洞。像你这样惯会蛰伏的毒手，在冷宫都可一藏数月。最怕的是你不动，只要你动，就会进入我们部下的连环区。这第二步就由我诱敌深入，我和阿杰携手给你唱一出双簧。等姐姐，帮我取一下盒中的药囊，可助我顺其安神。你觉得拿到这手帕就拿到了制胜的刀，殊不知，这刀是我故意递到你手上的，就是要看着你亲手拿起的刀，最终捅向你自己。如果手帕有诈，那我布下的其实一向之局，我们早知是你在造陷害之局，你这算不算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？第三步，绝杀。围棋中有一名词换眼，是棋局生死存亡的关键。我要将自己做成火影，在困局中闯出一条活路。你让婉儿的宫婢拿我的手帕准备诬陷于我时，我便预判了你的预判，即刻向官家禀报了此事。官家，你也知情吗？凤贵嫔说有场大戏要请朕看，朕何乐而不为？不然你真以为自己做了天衣无缝？难道顾太医不是私自送凤卿出宫吗？我揭发此事有何问题？你亏服在案，与其不知你会出何毒招，不如我授你一柄，如此你才会遵照我的设计出手害我。你今日来查看我之后，果然得意忘形，露出了真面目。我刚刚喝多了，都是胡言乱语，请你先为推论，并无人证，做不得说。别忘了答应本宫的事。陈太医，你在做什么？你可知，谋害嫔妃是死罪？我什么都没做。婉儿，将这熏香炉还有陈太医一同锁进房间，直到他承认为止。来人！我喝里面加了水银，水银挥发使人中毒，昏迷致死。是谁指使你？冷贵妃吗？她如此胆毒，你猜，她成功之后做的第一件事情，会不会是除掉你这个知道她最大秘密的帮凶啊？就算你不为自己考虑，那孩子呢？顾玄查到小皇子对蛋清过敏，如此罕见的症状，偏偏与你一模一样。他是你的孩子吧？你说，若我禀明官家，安排滴血认亲，你与冷氏都会被株连九族，满门抄斩。娘娘，我自知罪孽深重，但家人是无辜的，求娘娘开恩。你若将实情和盘托出，本宫答应你，保你家人不受牵连。官家，冷贵妃在灵堂设计大火谋害先皇后，还命微臣用水银谋害凤贵嫔。
连你也敢背叛我！你不是也在我酒里下毒了吗？亏我还对你抱有一丝幻想，没想到你竟不顾多年情谊，如此恶毒。男人就是无用，只会成为我经营路上的绊脚石。早知如此，不如早点结果了你。你以为这样你就能逃脱罪责了吗？你还不明白吗？我们早就掉入他们的陷阱里了，从一开始就逃脱不了。你还自诩算我一策。冷氏，陈太医已经揭发你的一切罪行，你还有何话要说？你汲汲营营图谋的一切，到头来却是一场空，真是可笑至极。天没无报，活水未起，都是一场戏罢了。那活这么久以来，吃过的苦，遭过的罪，又算什么？算你自作自受。你连我都欺瞒，我还在一直为你担心，以为你终于苦尽甘来，你万不该为了本不属于你的凤尾，犯下如此偷情大罪。不，凤尾是我的，我不会犯错。我送过这么多次，明明都是富可天成，贵不可言，我乃天命所归的皇后。你心术不正，机关算尽，终是落了个罪有应得的下场，真是因果不续，报应不爽。冷氏谋害先皇后，恶行累累，罪不可恕。即日起打入天牢，明日午时处以火刑。陈太医助纣为虐，处绞刑。我是天命所归的皇后，放开我！你我就心也照公主。今这一路风雨同舟，终化作此刻云淡风轻。见阿姐涅槃归来，我们一家人终能相认。愿我们同气连枝，生死不渝。阿姐，我总觉得你和以前不一样了。过去当皇后的时候呀，身边围绕着都是笑脸和善意，可是阳光越强烈的地方，阴影却越深重。感谢老天给我第二次机会，让我投身到凤青身上。没了凤冠的光芒，才知道人心难测，世间险恶。这一世被血淋淋的践踏过，才知道爬起来有多难。我和他们一起淋过雨，现在我也该为他们撑起一把伞了。阿姐，你想怎么做？女子最重要的是要有选择之权利。我将设女官选拔，凭技艺受职，有愿出宫者，我便赐钱恩放出宫，让天下的女子才华有处施展，光芒有处绽放。可选择的路多了，就不会只剩下依靠男人互相厮杀这一条路。来，来，还以为再也喝不到这酒了。世间再没什么比阿姐酿的果酒更甜。不知今日过后，何时才能共饮？此番大事已了，
我也该回军营了。好男儿志在四方，阿轩好样的。阿姐，不问问我有什么打算吗？我想亲眼看看，平日翻阅了千百遍的游记里记载的大好河山。可是你的腿，这段时日多亏有阿玄的照顾，腿已经好多了。过去困住我的不是受伤的腿，而是起了茧的心。阿姐，你终于想通了。阿姐重活一回，我也要重活一回，做我真正想做的事，方不负韶华，不留遗憾。往后岁月，唯愿阿姐安好，幸福圆满。他日官家若是负你，纵是天涯海角，我必策马奔还，带你离开。阿玄，你真的放下了吗？此生曾为一个人，一份情，逆过天，拼过命，了无憾，便不悔。那你呢？阿姐与官家少年帝后，天作之合，再多风雨阻隔，也终将星月奔赴，缔结永恒。婉儿，阿玄，此去鹏程万里，单凭纵横四海，快意人生。如今本宫重活一次，今爱与我如浮云，后位与我如铠甲。儿女情长，终是相依。家国天下，方为大幸。此生本宫只为自己而活，尽兴而归。编剧大人，还没有写好吗？你都没有时间理我了。我一直陪着你啊。你可是我故事里面的男主角。编剧大人万福金安。那凤仙是只想当皇后呢，还是她真的选择原谅了皇帝？想知道？嗯，自己看吧。旁是孤星的发无路。结果的多了，朝夕相伴，交付彼此的悲欢，寻遍人间。